大家好，我是猫盾。今天我们来提前介绍第四季山河的3个战斗技能和10个风物质。第四季的山河战斗技能和风物质对姜维和吕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以上2位武将就是你的主力，那么请一定要将影片看到最后。让我们开始吧。第一个要介绍的是藏宝阁里新增加的战斗技能聚荣并蓄。5星的效果是首回合内，己方6号位武将普攻后，为己方所有未释放过怒攻的武将恢复500点怒气，并提升24%的怒攻伤害，效果持续2回合，每场战斗最多触发1次。相信大家在看了技能介绍后一定会感到纳闷，一个只能在回合结束前为己方未释放过怒攻武将回怒，并增加怒攻伤害的技能究竟有什么用？若放在灭队吗？肯定是不行的，因为灭队主输出开场就会释放怒攻了。若用在抗队，只用来支援姜维回怒又好像太浪费，因为姜维的队员一定是回怒快的武将。战斗技能要在回合结束前才触发，这时肯定是除了姜维以外的武将全都发动过怒攻了。这么一来，能吃到战斗技能回怒的就只有姜维一个人。加上姜维无法怒攻，战斗技能提供的怒攻伤害增加也一样会被浪费掉，所以搭配姜维队的效益也很低。若是配盾姜，看起来似乎会比较合理些。防御型武将回怒慢，首回合不一定能发动怒攻。把姜维放6号位，是有可能让其他防御型武将全都吃到回怒和怒攻增伤效果的。不过仔细想想，防御型武将好像也不是以怒攻为主要输出手段，即使增加了他们的怒攻伤害，好像也没什么用。那还不如拿一个能增加坦度的战斗技能，可能还更适合盾队。那么这个战斗技能究竟要用在什么队伍才适合呢？答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法正队。也只有法正队有能力在首回合让我方全员即使有怒气也放不出来。这么一来，就全队都可以吃到回怒和怒攻增伤的效果，即使你在队里放了很多突击型武将也一样可以。法正的被动可以让我方武将在双数回合，也就是第2回合的首次怒攻伤害增加，并且怒气值每溢出100点，怒攻造成的最终伤害还会额外增加3%。这么一来，战斗技能的回怒和怒攻增伤效果就全都完美运用到位。那么有什么武将可以和法正配搭？答案是吕布。也许你会说，吕布早就已经走下坡了，法正更是没看到有多少人在用。其实2人的关系是并存的，现在唯一还能拉起吕布的就只有法正，而法正也只能在吕布队中找到存在的价值。其实在魂曹登场后，法吕队就已经有了使用的基础，如今再加上适合的战斗技能即将上线，有条件的玩家其实已经可以开始尝试看看法吕队的效果。当然，法吕队的最终完全体还是要等法正专武上线和 SP 吕布。好消息是，日服这期新专武正是法正，所以有意愿要玩法吕队的玩家也可以开始慢慢收集相关的风物质了。就算法正无法拉起吕布，后面也还有一个 SP 吕布在。日服的 SP 孙尚香已经上线，下一个 SP 是左慈，之后就是吕布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战斗技能下的3个风物质。第一个是胡旋琵琶，加的是4国的抗灭属性，当中加的最多是群，其次是无。第二个是琉璃雀翎，加的也是4国的抗灭属性，和第一个相反，当中加的最多是蜀，其次是魏。第3个是星芒盘，增加的是普攻和怒攻的最终伤害增加和减免。吕布是很吃战魂属性的武将，需要很高的抗灭属性，要先扛得住，然后再利用普攻打反伤。普攻和怒攻的伤害增加减免就更不用说了，普攻和怒攻都是吕布的输出手段，所以以上3个风物质所提供的属性都是吕布需要的。其实官方早就已经给你安排妥当，这些风物质拿了是绝对不会亏的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2个战斗技能灿若星辰。战斗技能会在第3回合开始，使每个敌方武将回合首次获得的一个护盾和治疗效果无效，
每过一回合，无效数量各增加一次，变成10手2个获得的护盾和治疗效果无效，最多可提升至8次。很明显的，这是个专门用来打脏水龟的战斗技能，只适合抗队或脏水龟内战使用。因为它的功能过于针对性和单一，所以除非你的环境里过半都是脏水队，否则就不会使用到这个战斗技能。战斗技能底下的是4个兵器类风物质，要提升也不容易。第一个是星陨刀，增加的是对敌方前排武将的暴击率和受敌方前排武将的抗爆率。5星会有对敌全体暴击率和受敌全体抗爆率，适合主力输出战前排和主力输出是打前排的队伍，其中马超2样都有，所以马超队玩家可以特别关注一下。另外，受敌方前排武将抗爆率也可以用来对抗切后队。风物质给的暴击和抗爆率都非常高，这算是4个风物质里对非切后队玩家来说最重要的一个风物质。第二个风物质是霜雪剑，增加的是对敌方后排的暴击率和受敌方后排抗爆率。5星会有对敌全体的暴击率和受敌全体的抗爆率。和第一个刚好相反，这是个专门针对后排的风物质。同样的，也提供了非常高的暴击率和抗爆率，是4个风物质里对切后队最重要的一个。第三个风物质是明夜枪，增加的是普攻最终伤害增加和减免。不用说，这一定是普攻流重点关注的风物质。第4个风物质是月巡段，增加的是怒攻最终伤害增加和减免。基本上所有队伍都会需要。如果再把眼界放宽来看，其实这个战斗技能和风物质所提供的属性也能和吕布扯上一点关系。吕布打的是全体，所以不管是前排还是后排的暴击抗爆，他全都会需要。普攻和怒攻的伤害增加和减免，不用说也是吕布需要的属性。战斗技能也是吕布队打脏水龟可以考虑使用的技能。所以想把吕布玩得好是真的不简单，要各样属性都不输人才行。第三个战斗技能是世外桃源，在前2回合内，己方5将释放单体攻击时，无视防御提升 30%， 每次释放怒攻后衰减 5%。己方5将释放群体攻击时，吸血率提升 30%， 每次释放怒攻后衰减 5%。官方给的群体攻击定义是攻击目标大于3人，也就是4个人才达标，所以无论是攻击前排还是后排的武将，都和这个吸血率无缘。这个战斗技能很明显就是特别设计给姜维的了。姜维的普攻是单体，不会释放怒攻，所以无视防御永远不会衰减。姜维的一胆雄心是全体，同样的，因为不会释放怒攻，所以吸血率可以一直维持在 30%。除了姜维外，另一个受益者还是吕布。吕布虽然吃不到单体攻击的无视防御，但却可以受益于全体攻击的吸血率。除了吕布自身是群体攻击外，其实吕布队里也有很多群体攻击的武将，他们都可以受益于群体吸血技能。世外桃源其实比灿若星辰更适合吕布队使用，毕竟它的用途没有那么单一。吸血率对于首回合挨打、次回合反击的法吕队特别重要，只有次回合的爆发加上吸血，才能让队伍有能力再扛一回合并进行反击。法吕队因为独特的机制，所以怒攻的频率也比其他队伍较低，有能力保住较高的吸血率。战斗技能下的3个风物质，第一个是霓裳曲，增加的是全体武将攻击吸血和异常状态命中。第二个风物质是速问，增加的是普攻最终伤害增加和减免，还有怒攻最终伤害增加和减免。第三个风物质桃源图，增加的是全体武将攻击吸血和异常状态命中。当中普攻和吸血的相关技能对姜维是有帮助的。不过若要数真正的大赢家，那还得是吕布，因为当中的异常命中和怒攻伤害增加减免，吕布全都会用到。最后来说说第4季山河风物质的抽取建议。如果你的第2期风物质已经5星毕业了，那就不妨考虑来抽第4期的风物质。
姜维玩家的目标是世外桃源，法吕玩家的目标优先巨荣并蓄，然后才是世外桃源。如果这期的战斗技能不适合你的队伍，那就不妨考虑以单个风物质为目标。切后队的目标是双血剑，前排输出的玩家或者要打灭队的玩家都可以考虑拿星陨刀，因为灭队输出几乎都是站前排的。有颗山河战令的，自选都可以优先考虑这些风物质。山河自从改版后，最新的风物质就不能再使用绿牌来抽。所以如果你的目标是最新的风物质，记得你要氪的是灰牌，而不是绿牌。至于第2期怒气风物质已经毕业的玩家，这一季的绿牌可以存到下季再用。如果还没毕业的，就继续抽到5星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